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哥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Kumodo NS 系列的新品合金压铸梦魇系列死神灵魂收割者。话不多说，直接拆箱。这盒呢，它的价格在600出头，还有2个原贴。首先拿出来的是一个注意事项：骨架素体某些部分呢比较细弱，然后请小心的把玩，勿做极限的动作，以免损坏素体。不当操作的损坏呢，将不予售后和保修。注意的事项，然后左右不要掰，腰部关节可左右旋转。给你们看一看啊，到时候给它，这，好吧，有一种探宝的节目，这是哪位大哥呀？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骷髅的手型整体是一个软胶的材质，而且呢都做了这种，哎呦，我现在都不敢掰了呀，兄弟们，这。因为我每次把玩的时候啊，都比较用力，就是想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极限到底是什么，所以大家不要学我啊，不要学我，千万不要学我。我给你们操作呢，是我操作的，但是你们自己不要去这种比较狠的这种掰的，不要学我，否则的话容易出问题，知道吧？这是它的手型。哎，手型做的还不错，它做出来这种效果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它不是那种糊成一面给你整出来的，哎，这点挺好的，类似于一个鹰嘴的面具，整体是一个胶件，后面带弹力绳，这个你要这么看的话，都有点像一个防毒面具了。然后咱们看一看它的素体啊，别忘了这里面还有一个铁链，像这种线头呢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种线头呢，你就准备好指甲刀啊，放边上，哎，绞下去就 OK 了。咱们看一看这个骷髅，哇，整体一个冰冰凉的感觉。咱们看一看这个脚型。哦，整体脚型都是合金压铸的关节 ，OK， 哈哈，这个是很多这个对吧？很多素体都做不到的这个程度，它能做出来，可以，哎，这个不过瘾呐，好吧，这个把它拿下来，能不能拿下来？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啊，周围呢都是有铁丝。可以凹造型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它也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的，这个袖口呢它也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的啊，但是它下面没有。头雕的里面呢它是有一个球形关节的，然后你是可以动的，这样下巴也是有可动的机构。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极限的可动性也就是在这种骨架能出来了，好吧？确实也是这样，锁骨部分也都是有刻画的，骨架在后面。我也是第一次拥有一个这样的人体的骨架，大腿部分的可动。哎，哦，可以看一看刚才说明书说左右动 ，OK。哇，腰部360度旋转，腰部能360度旋转，但是不能前后动啊，它毕竟是个骨架。脚部分呢就是一体的脚型，脚型部分是球形关节。这个素体大家满意吗？反正我觉得倒挺不错。这个呢，一会儿我再给它穿上吧。我感觉这个头啊，它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，但是我这个实在是摆不动啊，兄弟们，太紧了。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像我一样把它脱掉。如果说你买到这个 A 款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就这么放着就行了，就是穿着衣服不要把它打开。这个头呢，不要把它拔下去，尽量不要把它拔下去。我怕呀，拔下去之后呢可能会松。这个我不知道啊，推荐大家别拔。接下来看第2层都有什么 ？OK， 咱们的老朋友了，这把大镰刀，我去，这把大镰刀好帅啊！应该是这面是正，这面正，给它干上。后面部分是一个骨架的刻画，这骨刺的感觉。哎，我一想到骨刺，我小的时候脚骨折了，然后后来打了1个月石膏之后呢，就长了一个骨刺，就类似于这种。然后在脚后跟底下，哇，老疼了这个东西。这镰刀尖儿比较尖，大家把玩的时候小心点，也不要把它弄坏了。对头，哎呦，这个能插进去。哎呀 ，OK， 这个插的已经比较紧了啊。最后一个小配件是它的提灯，这个提灯你们能想起谁呢？是想起了这个英雄联盟里面的锤石呢，还是想起了王者荣耀里面的钟馗呢？这个提灯还能亮。哦，哇，这更像锤石了，好吧？啊，背面还有一点小小的刻画，绿色的光芒，可以。这个让我想起了《聊斋》啊，我去，《聊斋》可是我的童年阴影啊。好，提灯不错，整体是一个金属的材质。这个玩具呢，我说心里话，我第一次玩，我感觉挺兴奋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吧？然后接下来呢，把它打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看。
好，这款灵魂收割者死神呢，经过我把玩一番，感觉比之前 CO 出过的骨架是要有进步的。而且这款呢比较适合喜欢恐怖鬼怪的那种风格的玩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绿色发光的提灯是一个亮点，大镰刀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配件。另外，骷髅头盖骨下面还有一颗大脑，也是挺惊喜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提到的那个金属链，它是一个腰带，但是我觉得呀，不用金属链腰带，一体性会更好看一些。这是我个人的审美了。那个金属链呢，其实也可以放在别的位置，这个呢，大家就要靠自己的想象力发掘了。嘿嘿，这款1:6的死神价格呢是在500到600左右。如果你喜欢这种，但是你还没有这种，那这款呢还是比较推荐的。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，这款合金压铸的骨架不要经常把玩，一是骨架上的漆面会掉漆，二是任何玩具丙烯它也救不了长时间因为把玩而导致的松动。五哥这里提醒大家，无论你玩什么，一定要先看注意事项，否则你玩坏了，真的得不偿失，不值得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五哥分享，我们下期梦魇系列的埃及守卫恶魔不见不散。